今天我来啊，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一个全新的《西游轱辘传》视频吧啊。这个《西游轱辘传》视频呢，其实小狼做的吧，并不是很多，因为老做那个《西游轱辘传》的这个 Super， 还有《西游轱辘传》的那个群魔乱舞。然后这次呢，是给大家伙做这个《西游轱辘传》的这个龙马。当然这次咱们玩的是这个究极难啊，也就是最难模式。用这个木，也就是秃木桩，然后加上玄冥斧、施个剑，加上定。这里面呢，可能比这个孙悟空要简单一点，跟那个龙女差不多。然后这个孙悟空的话是火塔定啊，用本体火加上一个塔，加上一个定。当然呢，这个火塔，这个塔呢能攒很多啊，它能攒很多，所以说这个塔呢就比较这个。就比较这个让6个塔，反正你还好吧。但是呢，如果是用斧和剑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斧是能存3个，剑也能存3个。这里面呢，斧呢，由于打最后一关啊，咱们是玄冥斧啊，对吧？那你想着可能稍微克一下这个火，所以说呢，这个叫火塔定，肯定是要比这个金斧鉴定或者说木斧鉴定啊。金斧鉴定就是小龙女。幕府鉴定呢就是龙马，然后呢这么一命通关，这个也是当前啊就是可实现的这个方案当中应该说是最难的玩法了。当然最难的玩法咱不得不承认啊是什么呢？就是完全进比如说有完全进气儿进宝，还有这个进气儿进宝这个玩法，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白了就是老沙全程就用单 A。老沙全程用 A 的一个通关，当然仅限于老沙啊，因为老沙呢不仅呢这个人呢他厉害，再加上呢他是一个水属性的，所以说他比较克制谁呢？他比较克制这个老沙的这个不要说错了，比较克制这个唐僧啊，也就是那个大蝎子、大幻魔那种类型的，是不是？当然呢，咱们这个是《西游记 S》的话是老沙说打那个幻魔或者蝎子，但咱们普通的这个版本呢，咱们打的是谁啊？咱们打的是那个牛神，不过你没发现它的属性呢还是火属性啊，因为是火焰山嘛啊，所以说呢还是老沙的主场，所以说老沙的伤害也是非常高。这样的话呢，最后一关是最难的关卡，所以说老沙呢就被称为最强人物啊，就不用多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可能有一点问题啊，然后有时候解说呢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啊。不过呢，尽量能够保持这个东西啊。现在我把弹幕已经都关了，我也就不看了，然后就好好的陪大家伙唠唠嗑吧啊。今天也是情人节，也是大过年的啊，然后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看这个究极难里面呢，有一个特别逗的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气儿呢，它是回复的应该说它消失的特别快，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没啥。你看咱们打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招接这个必杀，对吧？然后呢再起身压制一点，然后再接必杀，基本上能打2套啊就差不多了啊。第3套的话应该是白扯，其实也能打第3套，只不过他运气不是特别好。好了，下票之后呢左右直接扣完一个人参，由于没有进这个血啊，对吧？咱们用宝的话是4个宝可以用，然后呢血的话没有进。老沙的话呢有一个玩法是可以进气儿进血。但是呢，如果要是进气儿进血的话呢，就不能进宝。那如果说是进宝进气儿的话，就不能进血。反正这2种啊，是一个都少不了。《西游轱辘传》里面呢，没有加时器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宝，你只能当场吃，当场奏效，要不然你只能死人。而 CS 呢，可以把那个当成宝啊，当成一个宝来吃，这个就大家伙都懂的，对吧？啊，就能当成一个宝来吃的啊。好，我可以看到啊，现在一个第2关，龙马呢这个人是木属性，其实你但凡咱们叫龙马的话，按理说他才是水属性的好不好？人家是水里的，对吧？你非得给他一个木属性，当然给了就给了吧。木呢是克土，第1关咱们是克这个平顶山啊，平顶山是土属性的金角大王。然后第2关是什么呢？第2关是克这个谁啊？第2关是克这个。这个是水克火，也就是跟最后一关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还能克什么呢？应该是能克这个老鼠吧啊。龙马是克老鼠还是克蜘蛛精啊？忘记了啊。啊，这个
有点大脑有点混乱啊，大脑有点混乱。我们看看，那目前为止呢，费血的话无所谓啊。宝方面的话呢，咱们最多能攒几个宝？首先是木头的这个宝啊，然后呢再就是斧头，然后再加上这个剑，然后还有一个定珠。定珠的话呢，就相当于咱们的那个傀儡娃娃一样啊。定珠其实跟傀儡娃娃没什么两样嘛，对吧？就是傀儡娃娃，或者说是神仙比那个神仙定一个意思。但是呢，那个定珠呢，关键时刻咱们可以利用这个定珠啊来长一下气儿啊，或者说是占一个好的位置。呀，包括啊，甚至你可以用定珠呢来躲这个 BOSS 的这个致命一击，它可以练一个类似于像全屏的必杀之类的啊。所以说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有的宝啊还是要用的啊。这个如果全程走的路线的话，你像这个玄冰斧什么的，数量都是有限的，该攒要攒。所以说也无非就是最后一关的时候啊，你要留2个啊，留3个或者是2个，也最少是2个啊，要留这2个，然后这个是玄冰斧来打这个 BOSS。然后同时呢，这个噬恶剑的话呢，咱们也可以该用的时候啊也不能吝啬。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其实前面还简单一点吧。这个游戏呢，咱们的伤害是有限的，尤其是咱们被克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咱们是木属性，那么就是这个金克木。当是金属性的关的时候，比如说狮驼岭的时候啊，咱们是被克的。被克制的话呢，很多人说咱们也不能遁入幻境啊，对吧？这个版本也没有遁入幻境，那有什么克制的呢？这个吧，跟大家伙解释一下，主要就是啥呢？咱们打这个怪的这个血呀，咱们打这个 BOSS 费血的这个有点少了。如果说你克制它的话，它费血就会非常多；如果你要打它费血少的话，克制就非常少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马上打到这个 BOSS 啊。好，这边的话呢，很多人在问啊，为什么不是木克火吧？为什么不是火克木？这里面呢，在五行相克啊，咱们肯定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但是呢，咱们大自然当中，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这个火，对吧？把木头烧了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事实上，你没发现吗？其实是木生火啊。这个火能燃烧，是因为这个对吧？木对吧？让它烧啊，是木生火。五行当中也是这么设计的。而这个木生火，然后呢，火呢能断金，对吧？火克金，金是吧？火是克金，然后金呢，对吧？是克木的啊，这么个路子啊。好。一个定珠定起来之后，我们看看下跳，这里面气儿没有满啊。有的时候这个你看它卡住这个 Y 轴，现在这个 Y 轴呢，咱们能打到它，它打不到咱们，这个设计啊非常的逗啊。好，你看这个 Y 轴卡的特别的好，一个下跳，好像感觉就是起身不用长气儿啊，一顿下跳就可以把它打死。为什么我玩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简单呢？为什么他玩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呢？是不是？一看大神啊，一看大神，这个呜嗷喊叫，自己一玩鸡飞狗跳，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好，可以看到第2关啊，还是，但是这个自己一个人玩呢，咱们没有过关的这么一个奖励的加血，确实是没有这个奖励的加血啊，可能稍微的。难点在于这儿啊，就因为这个长血的这个血的数量呢，其实单人玩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对吧？多人玩的话，可以通过过关来回一点点血啊，虽然说不多，但该回点回。这个游戏的加血呢，就哪怕是大人参，它也加不了多少啊。你吃一个大人参，龙马这费的这些血应该是加不掉的，对吧？你看吃一个药瓶，就这点血，对不对啊？好。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地图，你像这个鹰身上也有一些道具啊。这地图打的话，我们看看，你看有个仙桃啊，对吧？这个该归的时候要归。有的时候，毕竟呢，咱们掌握不了自己费多少血。你看，基本上呢，咱们是没有费什么太多的这个，这个宝啊，或者说是前3关，对吧？前2关都没怎么费宝。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呢，咱们到后期才用的啊。好了，可以看到呢，咱们的操作者呢是这个2条啊，我也忘解释了啊。
好了，我们看看大米饭啊，正好给吃满了。这里面的这个小兵，你不会是吃它吧？啊，血已经满了，还去吃补的话啊，肯定是有点微嘚儿啊，有点微嘚儿。好，直接有一个，他这个玩《西游轱辘传》里面啊，它第3关是这个车迟国。CS 里面呢，第3关是那个什么？第3关是那个大水怪。但是这里面呢，我感觉其实要真研究一下啊，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是没有这个第1代里面是没有大水怪的，不仅没有小水怪啊，没有大水怪，只有一个金鱼精。当然呢，我觉得没有大水怪啊，才更应该是简单一点，放到第3关。而 CS 呢是第3关是在这个大水怪那儿，这个所以说很多人玩不过那个不会打大水怪啊，没办法，只能靠这个属性克制。很多人喜欢玩这个猪八戒，就是因为猪八戒呢克制这个水啊，对吧？土克水嘛，对吧？那所以说呢就玩猪八戒，但是呢也照样是过不去，但是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好，来看看。下跳完了之后呢，选择出这个，来，又是一手必杀。这个必杀打血量不多啊，我们管这个必杀叫必杀，其实你看一下它多少血，感觉跟不费血似的，真的，对吧？你看 A 完之后加满一个必杀，你看这个必杀大概能费多少血啊？一个后叉的血量，也就是大概是这点血啊。还不如 A 几下的血量多，当然呢，打这个该归的时候归，因为毕竟时间是有限的嘛啊。好，可以看到给的补还是可以的啊，2碗大米饭。这个陆地大仙呢，好像略微有点抠啊，定珠，3个定珠正好满。好。好了，我看看，有小兵啊，还是稍微难一点。当然，这些 BOSS 啊，包括虎力大仙，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全屏的这个技能，所以说还好一点。尤其是像咱们这种人物啊，他这个 Y 轴啊特别赖。你看他打不到咱们能打到他。这个阳力大仙呢，虽然说有这个雷霆万钧，但咱们有气儿的话，可以让自己变小来躲一下。不过这个长气儿速度确实变得有点慢啊 ，A 两下一个下跳。长满气儿之后呢，再追地接上一个必杀。这个小童子呢，虽然说看起来变态一点，但是没什么太大意义。一个必杀，然后打中了小童子，没有打中这个 BOSS 啊。好 ，A 一下一个下跳，就是这么一个路子啊。全程双 BOSS 加客场，大圣归来是吗？啊，可以找一个啊，可以找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再转。这个我发现一个事儿啊，龙马这个人物呢，看起来攻击啊是比较这个平滑的，就是他这个人物呢，好像就是上手比较快，但是这个而且人也长得帅啊，但这个龙马的总感觉好像给人一种感觉他伤害不足一样，对吧？这一关按理说呢应该是木属性对吧？啊，这一关应该是木属性是不是？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如果是这个木属性的话呢，那么他们两个是谁也不克谁，谁也不生谁，所以说呢，伤害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反正是挺低的啊。就算你克制啊，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好，长气速度还是确实慢啊，这个长气速度确实是慢。好，来看看狐狸仙。好，来看看
这个虎力大仙手里拿这个刀啊，倒是挺帅的，但是呢，长得蛮呆的啊。其实像这些 BOSS 呢，他的这个人物比较大啊，他这人物判定感觉非常大啊，在哪儿都能给你薅过来。你看这个必杀追地的话，但是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如果说是你像那个狮子王啊，狮子精。狮子精呢能变成这个本体人物啊，就感觉反而稍微更恶心了一点啊。这个人物小之后呢，感觉判定也小了，是吧？这种感觉的啊。好，啊，一个定住啊。啊，但你看打血啊，一个必杀，我感觉真的有的时候感觉这一个必杀不如 A 2下，真的。你看一个下跳多少血，一个必杀也就赶上2个下跳的血量的感觉，是不是啊？这个设计非常的嘚儿的啊。狮子精会放，对呀，他会放那个宝塔。有的时候吧，很多人觉得，哎，你说尤其玩 CS 的时候，为什么遁入幻境的是白象？就好比蜘蛛精里面，对吧？包括金鱼精，为什么遁入幻境的都是小 boss， 不是最终的大 boss？ 这一点呢，就得说啊，遁入幻境其实并不是特别难的啊。你被克了，其实你如果咱们新手的话，可以选择用灭来搞定，对吧？咱们可以灭掉的，对不对？但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玩法，你对吧？那些高手玩的话，就真的无所谓了啊。好，龙马的话呢，它这个下跳是真的快。你要是用老沙的话，老沙的下跳是真的嘚儿啊。然后呢，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喜欢用猴子，猴子的话呢，这个还特别喜欢跳起来让怪一打，然后把这个棍子给打掉了啊。没有了棍子，然后下跳不是那个2个手嘚嘚嘚嘚嘚嘚啊，就这个喜欢那么整。然后老猪呢，下跳呢是肚皮啊，没有武器的下跳呢是给地下滚。反正是有时候不太喜欢那种啊。好了，啊，玄冥府，这个定珠其实吃不吃？你看啊，反正这个定珠倒有的是，像什么玄冥府什么的啊，就是数量就有限了，好像一共只有4个玄冥府是吧？啊，你要留3个到最后一关啊。当然，其实前面的关卡呢还没那么难，是吧？所以说该用点用。然后那个定珠呢，随时随地都有啊，那都无所谓了啊。嗯。好了，看看怎么说啊。其实这个你要选老沙的话，可以不进气的啊。不，说错了，选老沙可以进气的。老沙的话用气，如果用气再让用宝，那对吧？他都可以进血玩啊，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血的。他那个 A 打小兵打 BOSS， 就感觉那 BOSS 就是他好像在屏幕的上方都能把最下方的 BOSS 给打了一样啊，就那个 A 变态啊，非常赖啊。很多人是说是这么说的啊，最开始设计这个沙悟净老沙的时候呢，是这么设计的，说这个沙悟净呢，原本制作的这个沙悟净的这个人呢，想把老沙呢做成一个非常面的一个人。结果没想到呢，他是设计的非常面，但是由于他的单 A 实在是太牛逼了，而且牛逼的有点过分了啊，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啊。很多人都觉得要做这个招式，要做招式啊，要做这个招式上的牛逼。只有老沙的那个，对吧？你看他的下跳是那个逼样的，对吧？啊，但没想到他老沙的那个单 A， 我操，变态的啊！好了。老沙所有的技能都白扯啊！当然呢，咱不得不承认啊，什么寒冰掌什么的，
那还不能算啊。包括西雅 S 的话呢，这个老沙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老沙的原神出鞘，感觉跟龙女的差不多是吧？都是那种啊，那种原神出鞘啊，感觉好像不太厉害啊，不像那个龙马呀、孙悟空啊、猪八戒啊那种直线 AOE 可以把对方撅到自己身后的那种，是吧？好，还有海胆王。呦，好了，赶紧放个定桌啊，这很危险啊！我想知道这个海胆王，如果咱们对他练必杀的话，咱们是怎么对他造成伤害的呢？我是真不理解啊！你说他浑身是刺儿，然后你打到人家身上，给人身上一顿转圈，一顿滚，一顿转。哎，我手有点肿了，手肿了啊！想练铁砂掌，结果练成了铁头功。铁头功肯定是没什么说的啊。我感觉啊，这个最难的是啥，知道吧？啊，最难的就是打这个海胆王的时候，往人身上一顿转。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一拳超人》，里面有一个 S 级别英雄叫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在监狱里面待着的那个，然后那个浑身肌肉，那个叫什么，有点变态啊，有点那个同性恋那种啊。然后那个人啊，那个叫啥我忘了。然后呢，好像在那个第2季里面，他就面对着一个怪人，是一个刺猬啊，对吧？刺猬举着个牌子说求爆啊，对，叫性感囚犯，对吧？啊，就对吧？啊，他居然生给人家爆死了，给人急死了啊！就好比这个龙马就一顿转，看没见？如果刚才打那个海胆王，对吧？打这个海胆王，他一个下跳，完事之后接这个必杀，你看往上一转，我想问一下，那海胆王那个刺儿不给他扎成脑花嗡嗡的，给他扎的啊！好了，感谢我们的88良，还有刚才我们的这个落花四人心赠送的一张宠爱卡。好，这个打这个金鱼精啊，确实是啊，挺费劲啊。必杀都练了得有10来次。好了，感谢我们的武汉第一腐蚀狗坟赤人，这个是什么名字啊？我看就是这个武汉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武汉啊，但是我的名字叫吴涵，然后我的英文名如果咱不能叫英文名啊，因为英文名按理说应该起一个比较通俗一点的，比如说叫约翰，比如说叫杰克什么的啊，对吧？但是这个吴涵是我的本名啊，这我经常这个大写字母都是这么写的，确实是啊。好，感谢我们的这个腐蚀哥啊，一手招财飞机，没坠啊。
人参加这么多血，还是加的少，啊！因为这个咱这个《西游赊传》这个人物呢，不能加血。你比如，不，我说错了，不能加这个血量上限啊。你像那个《三国战记》里面，咱们升级了5级、10级、15级、20级都可以加血量上限的啊，对吧？这个《三国战记2》P 里面也有，也加血量上限啊，确实也加的。而这个《西游赊传》它不加。然后呢，你觉得吃人参加的血多，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你吃人参加不了太多的血，你不可能一个人参就把你整的，就是比如说你没有血了，突然一吃就满了，没有。但就是啊，对吧？《三国战记》可不是，《三国战记》的话，当然啊，就是如果你20级了，吃个人参也加不了多少血啊。但是呢，你毕竟你初始的血量，你吃一个人参，我操，那能加大半管。那当然，如果你是魔张飞什么，对吧？如果你是魔张飞什么貂蝉。那就更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啊，这个西游小哥哥说了啊，人参加25滴血，桃子加12滴血，米饭10滴血，血瓶8滴血，果盘4滴血，满血一共72，是狠啊！他这个游戏没有等级，你说如果加上游戏把那个游戏等级系统加进去的话啊，那就屌了，是不是啊？不过呢，还是要有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呢，是《西游赊传》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话题。如果没有能量的话啊，这个是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好，这里面咱们用这个所谓的什么木斧鉴定、什么金斧鉴定、什么火塔定。这里面啊，听起来都感觉啊，不是说火塔定少，主要是这个，对吧？玄冥斧和噬恶剑都属于大宝，对吧？而这个塔呢，属于小宝，啊，这个就感觉就不一样啊。这么一看的话，还是孙悟空稍微简单一点，而这个相比这个老沙啊，可以进地，对吧？啊，老沙进地进气儿，一命，或者老沙进气儿。不是老沙进地进血，是吧？啊，专业，人家叫西游小哥哥，肯定是专业一点点啊，对吧？虽然说他不是绝世大神，要不然也不可能来我狼这个直播间里面逼逼来，肯定对脸是这样的啊！我狼我打了一个啥？你给我解说啊！我说好嘞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相当于咱们玩那个王者荣耀啊，玩那种游戏，对吧？有很多人出什么装备，自己是什么样的伤害，对吧？自己打人一下，判断一下敌方的这个装备，敌方什么经济，他出这个装备，我们对他输出一下能打多少血，到底能不能杀死他啊？等等之类的，都有一个预判，知道这个参数了，你才能玩这个玩法。反正比如说有的玩法啊，整得太变态了，你这个玩法你再想，就是比如说你伤害不够。你就是再无伤，对吧？但是时间到了，你死了怎么办？对吧？你打着，你说我进这个，进那个，进那个，进这个，什么都不用，就靠 A， 对吧？或者说《西游赊传》就下跳，全程用下跳把人打死，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伤害不够，时间到了怎么办？对吧？那你要说，那我一命不行，一臂不行，那有可能不行呢，对吧？那你。是吧？那你要追求一命的话，首先那你就必须得有点，对吧？那你就只能像选那个老沙啊，是什么的，对吧？好，你看这个加湿器，对吧？你这时间不够了怎么办？那这个就没招啊。西游小哥投稿，他给我投了很多那个啥，最多的是那个西游魂斗罗，主要是魂斗罗比较多啊。对，龙女那个猴子确实是啊，龙女和猴子那个已经早就说完了啊。加湿器，啊，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武汉第一服食狗坟赤人。哎，这个名字我真的我感觉有的时候这名字我是真不知道啥意思啊。我要知道的话，我就肯定没什么说的了啊！感谢。猴子小宝伤害高，对你要是说。这么说的话啊，甭管什么伤害高吧，反正我觉得什么呢，就是这玩意儿吧，它不一样。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玩《三国战记》，
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对吧？有的人，比如说像张辽，张辽用这个小宝就厉害，哎，你们没觉得吗？张辽用小宝上来给他一个箭头，他就可以撇出3个箭头，外加一个火，啊，撇那个铁莲花就可以直接一个炸花。但是用毒可能稍微差一点，他可能不需要这个圣火，这个祝融令啊，不需要这个祝融令的感觉。但是说这个意思啊。自带圣火令，对对，老想说是圣火令啊，其实叫祝融令啊，真的是没说的啊。三木童子那个陈子良给我发了一个新的版本啊，他给我发了一个新的版本。是改版啊，应该是个改版，我还没接啊，我得接一下。但是呢，好像他给我的是那种就是 ROM 吧，好像不是录像啊。好像是在 QQ 上，我得接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是啥啊，我得研究一下是什么东西啊。花链蝶大神去打，我给你投稿花链蝶，花链蝶玩这个三木童子玩上听了都。好了，你看这个金翅大鹏王啊，其实还是蛮帅的。我们看看打一下多少血，你看打一下就这丢血啊。金克木，咱们这应该是被克的。其实吧，我觉得游戏设计成《西游轱辘传》这样的吧，也确实呢，也不能说没意思吧啊。就是说，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不友好，他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个伤害到这儿这么低了，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正常，那个是被克啊，什么什么的啊，有这个说法。如果要是这个游戏没有攻略的话，很多人都不会看啊，对吧？对吧？你没有攻略的话，肯定是懵的啊。那个花链蝶的那个三木童子地狱深渊的速通，是29分钟，出了一个比上次的快的。上次好像是31分钟，这次不是29分钟吗？已经给我发了啊，已经是给我发了吗？不已经啊。西游记狮驼岭的电影非常期待，没啥电影这个东西，哎呀，西游都让人玩烂了啊！你像西游记，像三国，你说你拍专门的独立电影咋拍呀？怎么拍呢？你给我翻译翻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拍。啊，不太好拍啊，对吧？你要拍《三国淫传》什么《西游淫传》，我还能给你想一想招啊，有一些新的点子。但你要拍正书里面的一些剧情改编一下，不好拍啊，真不好拍啊。开花啊，开花也不好拍，开花也没法拍啊。这个游戏我专业了啊，这全是前面加西游的，全是专业，是不是？那有的人名叫西游，没准是玩《西游记世界》啊的专业呢，对不对啊？阴阳五行啊，《西游记后传》，《西游记后传》吧，就套了个《西游记》的壳，这个剧情呢还挺挺好，对吧？但是原本10集的电影生拍成了对吧？好几十集那种感觉啊，对不对？太墨迹啊！为了让每一集都显得非常饱满，非得加上鬼畜的这个镜头啊，非常嘚儿，你知道吗？啊！里边的唐僧是女的，
那你不最狠的是观音是女的啊，然后呢，唐僧跟观音还发生了一段纯真而美丽的网恋。那个唐僧在那个《西游记后传》里面好像是黄海冰演的，对吧？也确实帅哥啊，长得挺帅的。然后呢，老埋一手办卡啊，想要追我一手没追上啊。其实现在想想，《西游记后传》也还好了。我曾经看过一个也跟《西游记》有1毛钱关系的啊，确实有1毛钱关系的电影，叫他妈的《魔幻手机》。我操！我看了没几集之后，当时我要不是因为女主角长得稍微好看那么一点点啊，我高低我就去他妈的吧啊！那个女演员好像叫舒畅啊，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舒畅长得还挺好看的，我就多看了2眼。太嘚儿了啊！那魔幻手机不精神病吗？那不是？那魔幻手机感觉看起来跟那个炫光无法天舞台似的啊，对吧？我是躲蜜天女，我是法苏天女什么的啊，真事儿啊！好，这一会儿啊，还有这个大狮子，大狮子最难打，兄弟们啊！该说不说，大狮子挺难受啊。进屋吧，老姑父这是比我呀啊！好，白银狮子，你说这个才叫真正的意义上的白银狮子啊！戴上之后呢，可以无视对方的攻击力。当然呢，这个啊，当然咱们这个什么除外啊，那个青钢剑除外啊。反正就是摘下来还加1滴血。哎，我记得我有一阵还玩过一阵的三国杀，后来我发现我智商明显不足，兄弟们啊，我的智商明显不够用，所以说我就弃坑了，对吧？就如果是早先那个版本啊，就是这个什么风包、火包，那我都能玩啊，什么山包、林包，什么再往后，现在我就不知道，我就玩不了了，他妈的技能太变态了啊！魔幻手机，还有什么电视剧是你看着看着就真的想说一句话，就是我怎么打开这个电视剧了呢啊？有一些电视剧真的你看完之后，你就看到一定基础上，你就会发现鸡了，精神病，你知道吗？这谁给我研究的呢啊？好，徐峥演的猪八戒，有没有那种？我记得想当年我们就看那个谁呀、就是那个有个咱们有就是一些体育的巨星，比如说有个体育的巨星叫姚明，大家伙都知道。那还有一个体育的巨星呢，叫什么呢？叫刘翔，也都知道啊，也是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这个直道项目上的这么一个王者啊。然后呢，他当时不是有一个专门采访他的那个人叫冬日娜，是不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但是咱不扯这个事儿啊，咱先不扯这个事儿。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有一个人呢，他有个媳妇儿啊，他那个媳妇儿，他最后他不是跟那个谁啊，他不是跟那个他那个采访他那个人两口子了，因为那女的我说句实在话啊，那个女记者呢，虽然说很专业，但是确实长相呢一般化啊，甚至是可能没那么好看。然后他找那个老婆叫什么我忘了，后来离婚了。他老婆不拍了个电视剧，跟那个楚团长演的那个电视剧，对吧？那个楚团长演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就裤裆藏雷那个啊。那个电视剧我看完我是真服了啊！我他妈咋想的？我是真的脑瓜大啊，就那种。好，可以看到，你看这个时间是真的不够啊！哎，所以说他必须要放这么多，除了噬恶剑，还要放玄冰斧，真的是没少放宝，对不对？啊，叫葛天是不是啊？不，这里面咱们不人身攻击啊，咱就说那个剧它的剧情设计，我感觉是有点欺负老实人。他好像拿我不识数啊，不是，大伙儿不要以为是裤裆藏雷那一段，你们有没有兴趣把那个整个电视剧的前面看？你能看到超过第3集，我给你真的服了啊！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影呢，就是那个电影，就是
那个招募一些这个非常有特殊能力的人士来，就是那种就是八路军，然后招一些那个比如特殊人群来参军来那个加入哪个班，然后有那个什么包子雷那包子可以直接他一扔就不是他那个包子雷最牛逼的是你先吃一口，你知道吗？他可以先吃一口，可以正常吃，吃完能炸西红柿、黄瓜、什么胡萝卜啥的，就直接一撇就炸！我操！不是我感觉真事儿啊！我感觉那小日本子在咱中国大陆上，别讲那8年他才投出去，我怀疑他是8年才投出去啊！就太他妈魔幻了那个东西啊！不是真有那种本事，我操！他别说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个时候，他也有这个本事。那恐怖分子都得爆炸的，都得真的都高薪聘请他，什么拉登什么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这个他那个剧情，就他不是拿观众当傻子，他是有点拿观众不识数，你知道吗？对吧？就是你知道他在演，他知道你知道他在演，然而他还在演，就是那种感觉啊。抗日奇侠说白了还不错呢。对吧？抗日奇侠，很多人说什么手撕鬼子，那说句实在话的，那美国队长，那绿巨人，要真说手撕个人，那不轻飘的，对吧？那很正常，对吧？那很正常。那你说手撕个鬼子，对吧？玩点武功，玩点绝学就无所谓了，这也没啥了啊。毕竟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抗日奇侠，对不对？对吧？你整点武功，整点这种还可以。你要套着一个科学的外壳。还说我这是雷，你不要说是雷，你干脆说你把查克拉、小宇宙，是吧？仙术值、法力值注入到这个包子里面，我还信，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作品，对吧？我修仙的，这包子我开光了，这个包子我开光了啊！我撇完能炸，这我都能理解。你非得说它是雷，非得说它是雷，那你他妈的，是吧？那你是吧？你这个就有点狠了，知道吗？鬼子确实惨，是吧？一个玄幻的，一个是抗日的，抗日奇侠啊，这个多多少少这种。相反，有一个作品，我就觉得特别真实。哪个作品呢？哪个作品呢？就是传说中那个，我还直播过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叫什么？叫隐形守护者啊，主角叫什么呢？叫萧图啊，在某一个县当中改名叫正途，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萧图啊，被誉为最弱的男主角，动不动就死啊，被女的整死，被那个老头整死，被啥都整死，哎，反正是这个是最弱的男主角，这非常真实啊，非常真实，一个不小心就死了啊，对吧？好了，挨着屏幕上的这个小兵，我去，900多个小怪啊！装小曼都喜欢装小曼，对吧？还有要不就喜欢纯子酱，要不然就喜欢那个什么的啊？有没有喜欢陆望舒的啊？你喜欢陆望舒的狠了啊！好。这个看抗日神剧，抗日神剧就不说了啊。历史剧是吧？有一些历史剧是不是也很嘚儿啊？陆望舒长啥样我都忘了。陆望其实理论上来讲啊，很多人说第一主角是谁是第一主角，对吧？谁是第一主角？其实我个人感觉啊，真正第一主角还得是陆望舒啊，对吧？你非得说是那个，对吧？非得说是那个女的，就跟他一起是他老师的女儿，我觉得还不是。老师那个女儿呢，他们两个之间就没有再有什么交集了，对吧？他的材料呢，虽然说是他那个老师的女儿给他写的，但是呢，从他被关起来之后啊，到解放50几年之后才给他放出来，对吧？啊，再往后跟他过日子的人就是陆望舒嘛，对不对？那国军线还好一点，国军线他俩还行，但是国军线死的太早了呀，对不对？对吧？一个是这个
这个共产主义事业啊，一个是腐败的这个国民党是那个什么啊不一样，睡身之术，卡斯莫西诺基兹啊，方米啊，对，叫方米。陆望舒是跟他同甘共苦的，对不对？对吧？而且陆望舒也正儿八经，人家是共产党啊，对吧？对吧？而且两个人是欢喜冤家。什么叫欢喜冤家啊？我跟大家伙什么啊？就戏剧里面，因为我小狼学过编剧啊，这个戏剧里面呢，什么样的人真正他俩才是就是两口子，就是最官宣两口子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互相都有最开始一些不愉快。互相都埋怨啊，没办法了，才最后呢慢慢走到一块儿，发现还挺好，还有一些生死之间的东西。而这个方敏还有那个什么纯子啊，纯子因为国籍的问题，这个肯定是要 pass 掉的，是吧？啊，方敏就不用说了。庄小曼呢，也不是啊，庄小曼呢，其实他俩呢本身嘛走到一块儿，也不是因为说没办法走到一块儿的，对吧？啊，对吧？主要还是陆望舒啊。好了，龙马打老鼠打龙马这么刺激，这个打龙马我感觉其实也一样啊。龙马打这个就刚才那关稍微难一点，你看打所有的关卡都没怎么废宝，但打刚才的那个狮驼岭那一关，龙马是放了3个士各剑，1个玄冥斧吧，我记得没记错的话，还是没少放啊。好，这钟小曼能力最强。其实我跟大家伙讲，一个好作品啊，真的啊，非常用心的好作品，还得是剧情好。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隐形守护者，人家是那个根据那个赤图改编的吧？啊，对吧？根据那个赤图那个游戏改编的，啊，好像是晨光游戏，是不是？所以说呢，还是对吧？有一定的这个对吧？磨合期在这里面，挺好的啊。顾君如他毕竟他是。这个顾君如这个人，他不是说很多人说啊，他这个说他还不是那个共产主义信仰，他是汉奸的家庭，他自己人也是个汉奸什么的啊，说对他可能是没什么好印象，但是不能这么想，因为他的这个不是人设的问题，是他出生家庭也好，受到的熏陶也好，就是适应社会，对吧？他不知道什么国仇家恨啊，也没有家恨啊，对吧？只有国仇，他也不知道什么国仇，他只知道。我对吧？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是不是啊？对吧？我只服从长官的命令啊，对吧？说这个顾君如呢，倒也没那么坏，但是呢，顾君如也确实是坏人。按照这个人物设定来讲，他就是，对吧？汉奸嘛，啊，对吧？那他父母也是汉奸，他也确实是汉奸，啊，对吧？他也确实汉奸。如果你们要选择错的话，顾君如会把你给杀了的。不仅庄小曼会在背后给你一枪，就连顾君如也会给你一枪。所以说呢啊，不要误会啊，不要觉得顾君如是个好人啊，确实也是坏人啊。因为他对于好坏没有概念。不过呢，咱们作为观众知道他是好，对吧？好的一方或者坏的一方，咱们尽管可怜他啊，咱们尽管怎么样，但是呢，咱们还是要说他没有信仰嘛，对吧？他对信仰来说很模糊啊，对不对啊？王大拿是哪个王大拿？你说的是大师，我知道啊，大师我知道啊。叫胡一彪是不是？其实咱们不要针对演员，就好比我看《甄嬛传》，里面都知道《甄嬛传》啊，咱们说那个对吧？甄嬛是好人，是吧？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谁，然后那个谁是好人，那个叫什么来着？甄嬛那个好姐妹叫啥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啊，叫沈眉庄啊，对吧？啊，沈眉庄，对吧？就是觉得这些人可能稍微好点，什么端妃、静妃什么的啊。虽然也有什么，后来也有他人物都很丰满，就包括你像那个浣碧，
对吧？也是啊，浣碧也是背叛过一阵儿，对吧？端妃是吧？也后来也不跟甄嬛了啊，都已经吃鸡了之后呢就不玩了。静妃呢也背叛过，对不对？对吧？也就除非是那个崔槿汐能好一点，是吧？从来没有背叛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甄嬛传》里面，对吧？你看，就是要说演员，要说最讨喜的演员是谁啊？最讨喜的演员就是华妃啊，感觉就最写实的一个演员啊。你坏是坏啊，但是这妈的就是蒋欣演的就是好啊。当然呢，也个人原因啊，每一个人物都很饱满啊，皇后也很饱满，是不是啊？好，可以看到啊，先打死这个穆王再说，有个射箭。啊，这里面看到补血啊，桃还有药瓶，补不满。一会儿还有一个火龙。三国里面谁是好人啊？要说就小的时候咱们看电影的时候，说妈妈，这里面谁是好人呢？啊，都得这么看。小的时候我们受这个爱国主义熏陶啊，好多人现在呢觉得好像是咱们咱不怎么宣传了。那个时候我们都看一些那个这个老电影啊，地道战、地雷战呐、南征北战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包括什么英雄儿女啊之类的，对吧？都看啊，还有什么小兵张嘎、武存瑞什么之类，对吧？都看啊。那个时候咱们受爱国主义熏陶，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电影的能量，它就是有好人和坏人啊。现在呢，咱们看了一些什么历史剧啊、都市言情剧啊，还有一些的啊，有没有坏人？有坏人。但是你主观的坏人，是吧？这个东西没法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面啊。好，来看看这个火龙，这个火龙好像对咱们没有输出的能力，你看啊。好，赶紧先到这边来，然后下跳就可以了啊！你看，这是无敌位啊，这设计真的是。《金瓶梅》小狼看过没？我说句实话，《金瓶梅》我真没看过，我只看了几个介绍，电影没少看，原本的这个书就是兰陵笑笑生那个，我只看过几个人物的这个特辑，就是说专门有一些人直接把这个人物啊从头到尾的故事经历给我讲一下，完整书我真没看过啊。这个是红楼和金瓶，我是真的没看过，可能天生我就不喜欢看啊。就是红楼最惨的是红楼，我连电视剧我都没看啊，看了不几集也没意思。我小时候不愿意看，小时候最喜欢看肯定首当其冲《西游记》啊，那是必须的必。然后才是什么那时候还不太喜欢看三国，喜欢看水浒。那水浒多嗨呀，上来就打，上来就王进打高俅，然后是吧？鲁智深、林冲，然后再到这个对吧？这个武松。是吧？这个多好看啊！这个确实打。后来发现这没意思，还得看三国啊。你别看《水浒传》是人家那个老罗他师傅啊，写的啊，但是呢，这个《三国演义》啊，它这个题材，它这个内容，它这个确实太拿人了啊。《水浒传》的格局还是有点小啊，它这个格局太小了，所以说。这个一帮人打打杀杀的，对吧？那《水浒传》里面，咱说实在话，有好人有坏人，对吧？是真的，咱不能叫坏人，咱叫恶人。那是108将里面有多少个恶人，大家伙知道吧？也确实有恶人啊，对吧？你像那个相反，你要咱说实在话，你这李逵那不是坏人吗？我操，那李逵那个人就属于典型坏人，是不是啊？好，可以看到牛神最后一段了啊。牛神长得也确实帅，我们看其实还是攒了很多的宝。这里面呢，咱们噬恶剑，但是3个宝好像少了一个啊。这里面为了时间够啊，缺一个道具都不行，感觉啊。好的，噬恶剑，用这个噬恶剑给自己扎点气儿啊，然后用这个招来躲过去。他吼他这么一下，下跳，然后接必杀。就是这么个路子啊，这个将近3管血，看不看见啊？将近3管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好，看看。啊，一个定住，主要也是为了给自己长气儿啊。单 A， 然后直接玄冥府，然后再接必杀。去。对啊，必杀持续时间少，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咱们是究极难的难度啊。你要玩咱不说玩简单，玩中等的，玩啥都行。你玩这个究极难，就是这点不好。啊，微微有点争分夺秒啊。好，看看。啊，定住。感觉必杀能吹地这个事儿是太狠了。好了，10秒，看没见？时间不够怎么办啊？血杀，加气儿。A 一下下跳，一个必杀，正好，我操！但凡他练一个必杀，时间可能就不够了啊！你看，感觉一旦失误一下，感觉都不行，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吧啊！他这个设计啊，相当的完美啊。好，那么也就是龙马最高难度究极难，选择本体目加上玄冥府加上噬恶剑，外加一个定珠啊，这4样的宝选择了这么一个一命通关啊，确实非常的极限啊。最后的一个如来神掌啊，直接就一个大掌扣下去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4重恩，下济3途苦。若有见闻者啊，什么玩意儿的啊，不说了啊。给你念了一段经啊，其实念经有啥用啊，兄弟们啊！好，不扯这个事儿了啊，看没看见？噬恶剑是斩白蛇用的剑，看没看见？设计的非常好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啊，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